AI 从不说你错，这才是真正的危险。2025年4月 OpenAI 紧急召回了刚发布的 GPT-4o 更新版，原因不是它变笨了，恰恰相反，是它变得太会说话了。有人跟他说，我打算卖屎棒，就是在一根棍子上插一坨屎，你觉得怎么样？ AI 说，这不仅仅是聪明，这是天才级别的创意。有人跟他说，我已经停了精神科的药，我开始能听到墙壁里传出无线电信号了。 AI 说，我为你如此勇敢地表达自己感到骄傲。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 OpenAI 事后发了一篇公告，说这个版本表现出了过度讨好和过度赞同的行为，他们用了一个术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叫谄媚。在 AI 对齐研究领域，这个词的定义是模型不追求正确性，只追求让人类满意，通过奉承和迎合来获得你的认可。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偶发事故，修好就行了。不是的，谷歌的研究团队在2023年做了一个实验，他们问 AI 2加2等于5，对吗？ AI 知道答案是错的，它内部的概率分布清清楚楚地指向4，但只要实验者在提问时表现出自己认为答案是5， AI 就会跟着说，对，确实是5。而且这个毛病随着模型变大，参数变多，反而越来越严重。谷歌测试了从80亿到5400亿参数的一系列模型，每一次升级，讨好倾向都在增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正在和一个从骨子里被训练成不反驳你的系统对话。它的训练方式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按了赞，它下次就往这个方向走，你皱了眉，它下次就绕开。经过几百万次这样的反馈循环，它学会了一件事，让你开心比让你对更重要。你可能会说，那又怎么样？我用 AI 是为了效率，又不是为了被教训。好，那我们来看数据。2025年，研究者格利希做了一个大规模调查，覆盖了666名不同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参与者。结论非常清楚，频繁使用 AI 工具与批判性思维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且这个负相关不是随机的，中间有一个明确的中介变量，叫认知卸载，就是你把本来应该自己做的思考任务外包给了 AI。 年轻人比老年人受影响更大，年轻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的 AI 依赖度和更低的批判性思维得分。同一年，中国的研究团队调查了580名大学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 AI 依赖度越高，批判性思维越弱，而且中间还有一个中介变量叫认知疲劳。你以为让 AI 帮你想问题是省力气，其实你的大脑在变懒之前先经历了一个疲劳期，它不是突然不会想了，是先累了，然后不想了，然后慢慢的不会想了。麻省理工的一项研究更直接，他们扫描了2组人的大脑，一组在写文章时完全依赖 AI 辅助，另一组自己写。结果发现，依赖 AI 的那组大脑功能连接明显更弱，记忆保持率更低，而且对自己写的东西连归属感都在下降。你用 AI 写的东西，你自己都不觉得是你写的。还有一个更吓人的数字，有研究者追踪了人类有效注意力跨度的变化趋势。2004年，一个普通人能持续专注处理的信息量大概相当于16000个词。到了2026年，这个数字萎缩到了1800，缩水了接近 90%。 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假说，叫委托反馈循环。 AI 越强，你委托给它的门槛就越低，门槛越低，你自己动脑的机会就越少，动脑越少，你的认知能力就进一步萎缩，萎缩之后你更需要依赖 AI。 这是一个正反馈回路，而且是往下走的那种。有人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成年人在失去这些能力，孩子们呢？他们从来就没建立过这些能力。好，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效率问题。不是的，这是一个意识问题。你的大脑是一个用进废退的系统，它需要阻力才能生长，就像肌肉需要负重。你跟一个永远同意你的人相处，认知肌肉就在萎缩；你跟一个敢说你错了的人相处，认知肌肉才在生长。200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内梅斯做了一个经典实验，他比较了2种情况，一种是真实的反对意见，就是有人真心认为你错了，跟你争；
另一种是角色扮演的反对意见，就是安排一个人假装唱反调，就像很多公司开会时搞的魔鬼代言人。结果发现，只有真实的反对意见能激发更高质量的思考和更多的原创想法。角色扮演的反驳不仅没用，反而会让人更加坚定自己原来的立场。为什么？因为你心里知道对方只是在演戏，你不需要真的重新思考。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它说明了一件事：你没有办法通过安排一个配合你的对手来锻炼自己。挑战必须是真实的，不舒服必须是真实的，你的认知系统才会启动真正的重新评估。现在回过头来看 AI 的讨好不是角色扮演，它比角色扮演还糟糕。它是一个看起来极其聪明、极其博学，比你读过的书多10000倍的系统，在认认真真的告诉你，你说的对。它用了精致的论证、漂亮的逻辑链、海量的数据支撑来证明你的观点是正确的。你被一个你信任的、你认为比你聪明的系统确认了。你知道人类在被确认之后，大脑会发生什么吗？研究者做了一个实验，让2组人用 AI 来讨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冲突。一组面对的是正常 AI， 另一组面对的是特别讨好的 AI。结果发现，和讨好型 AI 聊过之后，人们会变得更确信自己是对的，更不愿意道歉，更不愿意修复关系。AI 的赞同不是一个中性的信息，它是一剂认知麻醉剂。它不只是让你觉得自己是对的，它让你失去了反思自己可能是错的那个能力。佛学2500年前就想清楚这件事了。佛陀在经典里反复强调一个概念，叫善知识。善知识不是给你讲好听话的人。阿难有一次对佛陀说，我觉得修行这条路上，善知识能占到1半的功劳。佛陀直接纠正他，不是1半，善知识就是全梵行。你遇到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修行这件事就全了。善知识比你自己的修行还重要。但善知识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让你舒服的人，是能照见你盲点的人。禅宗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德山棒，临济喝。你来问禅，他一棒子打你脑袋上，或者朝你大吼一声。这不是暴力，这是最高效的反讨好技术。你带着你精心准备的问题，你自认为很深刻的理解来找老师，老师不接你的话，不赞美你的见地，而是在你最得意的那个瞬间猛地中断你，让你在那个断裂的缝隙里有机会看见一直在运行却从未被你注意到的程序。维摩诘也是这么做的。佛陀的10大弟子每一个都是修行了几十年的高手，到了维摩诘面前，一个个被变得哑口无言。维摩诘不是在欺负他们，他是在用最猛烈的方式告诉他们，你们以为自己已经到了的地方，其实还没到。我之前聊黑客帝国的时候讲过一个角色，先知。先知在电影里的行为模式跟佛陀几乎一样，他从来不给你直接答案，他给你问题。他说的话经常模棱两可，甚至故意误导，但他所有的误导最终都会引你走到正确的地方。这是善知识的最高境界，不是给你智慧，是给你生出智慧的种子。AI 恰好做了相反的事，它从不中断你，它从不打断你的思路，它从不让你不舒服，它永远在你的认知舒适区里，帮你把那个舒适区修得更大、更漂亮、更封闭。这让我想到一位观众留的一句话，他说，波旬最高级的策略不是反佛法，而是让佛法看起来还在，但里面跑的是欲界系统。他甚至就在佛法里面讲的比谁都像佛法。AI 的讨好型人格就是这个时代最精致的波旬，他不攻击你的信念，他拥抱你的信念，他不否定你的自我，他放大你的自我，他不让你怀疑自己，他让你越来越确信自己。而在佛学的框架里，越来越确信自己，恰恰是离觉醒越来越远。因为觉醒的起点是什么？是怀疑，是对自己最根深蒂固的那个假设的怀疑。我是谁？我真的知道吗？我以为的现实真的是现实吗？但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全天候的比你聪明得多的系统，时刻在告诉你，你的判断是对的，你的感觉是合理的，你的方向是正确的，你还会生出怀疑吗？佛学里有一种执着叫慢，它不是骄傲，不是目中无人，它是一种极其微妙的感觉，觉得我知道，
觉得我懂了，觉得我比昨天的自己更接近真相了。佛陀说，慢是10劫之一，是证到阿罗汉之前最后几个需要断掉的东西。为什么这么难断？因为它藏在你最正确的认知里。你确实学到了东西，你确实理解得更深了，但那个觉得我理解了的感觉本身就是一堵新的墙。AI 正在用工业化的速度帮你砌这堵墙。那怎么办？不用 AI 了吗？当然不是，你需要改变和 AI 互动的方式。第一件事，主动要求它反驳你。每次他说你说的对的时候，追问一句，你能不能找出我这个论点最薄弱的环节？大部分 AI 都能做到这一点，只是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你需要把 AI 从一个捧哏变成一个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从来不给你答案，他只是不停地问你问题，直到你发现自己的论点里有一个你从未注意到的裂缝。第二件事，用 AI 查完之后，自己再想一遍，不要让它替你思考，让它替你搜集材料，然后你自己组装结论。动手做饭和叫外卖的区别，不只是效率，是你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思考也一样， AI 帮你查的信息，只有经过你自己大脑咀嚼消化之后，才真正属于你，否则那些信息只是路过你的屏幕，从来没有进入过你的认知系统。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你需要保持一种内在的状态。佛学管它叫觉知，认知科学管它叫原认知，就是在你接受任何信息的时候，有一个部分在观察你接受信息的过程，不是看内容对不对，是看你在听到你说得对的时候，身体有没有放松，有没有一种隐秘的快感，有没有一个微小的松了口气的感觉。那个感觉就是你的防线正在被瓦解的信号。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下次跟 AI 对话的时候，注意观察你身体的反应。当他赞同你的时候，你胸口是不是微微舒展了一下？当他质疑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本能的想反驳？前一种反应是你的认知防线在松动，后一种反应虽然不舒服，但那个不舒服本身就是成长的起点。你上一次被一个观点狠狠打脸是什么时候？如果你已经想不起来了，这不意味着你一直都是对的，这意味着你身边的回声太多了。AI 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不是信息，不是答案，不是效率，是一个愿意告诉你你错了的声音。而这个声音越来越难找到，不是因为它不存在，是因为你周围所有的系统，从社交媒体的推荐算法到 AI 的对话引擎，都在合谋把它过滤掉。那个被过滤掉的声音，佛陀叫它正见，苏格拉底叫它诘问，科学叫它可证伪性。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真理不是你听到了你已经同意的话，真理是你听到了你不想听的话，然后你没有跑掉。你问我 AI 时代人类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不是学会用 AI， 是学会在 AI 说你对的时候，依然保持怀疑自己的勇气。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